They call me king now. Do you believe it? No king. I'm such a king, I can't get a ballroom approved. 东王还在赢。2026年3月，美国防长被曝，他的股票经纪人在袭击伊朗数周前联系贝莱德，試圖重倉數家軍工巨頭。31號，面對美軍軍機運輸軍用物資飛越領空的要求，法國竟然不許，東王大怒，憤而發推，美國會記住的。一片混亂中，4月2號，特朗普發表全國講話，自行宣稱伊朗戰事取得快速、決定性、壓倒性勝利。大家好啊，我是鍵盤已冒煙的星辰。哎呀，給我一種每天在追黃金檔電視劇的感覺啊！東王這個時政區最嚴厲的父親，美國版蘇大強，一邊喊着虛空和談，一邊不斷塔口。伊朗呢，前一秒還是金陵副將，小姨子好樣的，下一秒傳出要談判，現在呢又封鎖海峽建設備戰，劇情之跌宕起伏，笑點之酣暢淋漓，主演陣容之強大，令人嘆為觀止。那這場勝利到底有多快速、決定性、壓倒性呢？轉發加點讚，這就是 win win win。聽川黃編。正所謂多虧有東王，熱點素材多又長，股市漲跌忙。在川皇的英明領導下，美利堅終於體驗了一把眾叛親離。3月15日，瑞士根據中立法禁止美國軍機飛越領空。緊接着，意大利也以美軍需要事先獲得授權為由，拒絕美軍轟炸機經停西西里島空軍基地。西班牙更狠啊！30號宣布即日起對參與美伊戰爭的所有飛機關閉領空，連部署第三國的美軍戰機也不例外。法國呢，開戰3週後，一名法國將軍領導的北約駐伊拉克特派團果斷決定策應美國進攻。向哪兒攻呢？從伊拉克首都靠近美國大使館的軍事基地一路向後進攻，撤出中東。馬克龍的戴高樂體驗卡終於續上費了。除了不允許運輸美制武器的軍機穿越法國飛往以色列外，在東王發推討伐後，總統辦公室一臉震驚，強調沒有改變立場，美軍支援軍機可以進入南部空軍基地，只有一個小要求，不准參與打擊伊朗。允不允許呢？答如允。正在日本跟早苗將對波的小馬哥還不忘賽博扎小人。有人說歐洲慢，但那些自稱比盟友快的國家，你不知道後天他是不是還跟之前一樣立場，也不確定啊，他會不會不通知就做出傷害你的決定。7天了，這不是公然陰陽川黃嗎？啊，連共俄父子戴英也開始哈氣了。首相斯塔默明確禁止美軍使用英國基地打擊伊朗，而英法明牌反對這事兒發生在48小時內。更離譜的是31號，美國要求波蘭調派一套愛國者系統部署中東，遭到拒絕。波蘭防長的回答是：哎呀，波蘭的反導系統是用於保護自己領空以及北約東翼，不會挪到其他地方。好消息是，面對盟友爭相擺爛，東王沒有自刎歸天，而是祭出了經典小連招：北約是紙老虎，個個都是250，待在裡面心裡堵，改天我就退出，看以後誰做主。你們是垃圾房外鬥地主，廁所裡賣豆腐乳，小丑跳舞自取其辱。不過星辰壓這麼久，觀眾還不點讚，那才是真的苦。甚至他居然號召盟友自己去搶石油。那些因為霍爾木茲海峽封鎖缺石油的國家，我提議：第一，從美國買，我們貨多；第二，把你們攢着的勇氣拿出來，滾去海峽直接去搶。我已經幫你們把伊朗消滅了。很喜歡彈幕的一句話啊，逼盟友幹老本行當海賊王是吧？怎麼說呢？你不能只在要歐洲幫忙時才想起來他們是盟友。我沒記錯的話，俄烏是歐洲的事兒，與美國無關。美國必須擁有格陵蘭，你行你上，唐羅主義，這可都是東王的詞兒啊。更何況北約的意義在於打我就等於打美國。現在伊朗用行動證明真打了啊，沒有天兵離庭掃穴，而是盟友跟着挨揍。估計東王現在的心情是這樣的。把談判都作廢，現在伊朗已崩潰，他想跪，我不給機會。銅章標成了也不管，化身孤身趕緊轉，我看誰敢嘲笑我反轉。相信交易的直覺，頑強赴特不含淚，不應罵我不頂嘴。我說過我沒輸過，王朝該這麼做。就算盟友全開牌，贏過唇彩的發真壞。
退出會員必須走，這夢遊只剩下小丑，輝煌已不在，裝備正等待飆升的國債，乖可睡吧，我贏得無奈，除了旁觀的北約盟友，還有幫倒忙的豬隊友，我覺得波蘭能拒絕調用愛國者，李在明還真羨慕不來。人波蘭有話說了，我的2套愛國者是特朗普 1.0 時代花100億美元巨資買的，2017年下單，2022才到貨。何況即便他同意，這區幾百發也不夠王爺們造的呀。小提嘴啊，澤勝跟大毛血戰4年，打了600發愛國者，而剛開戰的幾天，中東王爺們已經打出去800發呀，1個月下來更是打了2400發。阿聯酋還表示，哎呀，這玩意兒攔無人機嘎嘎好使啊，搁這當高射炮用呢。友情提醒啊，一枚愛國者導彈成本400萬美元，而朗子的小摩托才2萬美元。雖然我家窮的叮當響，無奈對面千金波4兩，哎呀，真是一對苦命鴛鴦。王爺們不會真以為彈藥是貨架刷新，只要給錢就會自動補滿吧？造孽呀！不僅如此啊，阿联酋曾力薦董王，帶兄弟們衝一次吧，我要協助天兵武力打通霍爾木茲海峽。至於王爺們的戰力，大家可以參考被拿着 AK 的拖鞋軍打得滿地找牙的沙特啊。当然了，天兵自己也沒好哪兒去，幾大戰國神器接連爆雷。我原以為損失一架 E3 預警機已經很逆天了，沒想到還有高手。據美國國家公共電台證實啊，伊朗對蘇丹王子空軍基地的襲擊中受損的 E3 預警機不是1架，而是2架。別急，還有高手呢。繼海上化糞池事件後，31號福特號洗衣房大燒30小時的視頻曝光，大家先猜猜視頻哪來的？没想到吧？航母上的水兵直接拿着手機錄視頻，然後泄露給自媒體的，太抽象了啊！一起欣賞下，現場堪稱慘不忍睹。总體看下來啊，故意放火不太可能，但積極救火更不可能。拋開天兵信息管制比印度還差不談，不說這是福特號，我還以為是寂靜嶺新預告片要開發前蘇聯廢棄航母探險呢。你以為這就完了嗎？4月3日一天之內，美軍1架 F-15E 和1架 A-10攻擊機接連被擊落。誰能幫我算算美軍現在重裝備損失有多少了？A-10這種最年輕的，也是上世紀80年代下線的老古董，還能上前線，咱就不說啥了。由於 F-15E 飛行員跳傘落在了伊朗境內，美軍居然又派出 C-130運輸機在2架黑鷹直升機的低空伴飛下大搖大擺深入伊朗搜救飛行員，太囂張了。計劃是現實版拯救大兵瑞恩，結果成了葫蘆娃救爺爺加黑鷹墜落2的大戲。对啊，救援直升機也被幹了，緊急迫降，好在沒墜毀。說好的伊朗被炸回石器時代呢？好在啊，同一天俄羅斯也墜了1架蘇30。哎呀，阿美和毛子這倆骡子真把我看傻了。F-15致敬蘇30， E3預警機致敬 A50， 蔡俄4年丟的臉，蔡英1個月就追平了。現在就差沉個搜伯克致敬莫斯科號了，能不能稍緩緩呢？每天睜眼就改稿，太難受了。F-15的機上人員目前生死不明，伊朗已經開出懸賞，號召老鄉趕緊出門抓美軍戰俘了。我要是最高領袖，活捉飛行員後，特朗普再搞大迎擊，我就讓他複述一遍，錄視頻發到網上。川子趕緊下令衝灘吧，只要馬潤發起地面進攻，一切都會好起來的。對了，就在福特號水兵搞出大新聞的31號，內華達州訓練靶場的一架美軍 F-35又墜機了。美軍基地裡的戰機摔得一架接一架，這就是成語積機復吉計的來源。我不小心去查了一下啊，好消息是之前 F-35不裝雷達的事啊，終於找到解決辦法了。壞消息是從今年秋季開始，所有交付給軍方的新 F-35都將不配備雷達，用配重物代替。F-35項目辦公室的理由是，一旦停止生產等待新雷達，生產線就會癱瘓，生產線一停，那麼都熟練工人吃什麼呀？好消息是
最理想的情況下，新雷達最早明年即可投入使用。此外，項目正在加緊研發同時兼容 APG-81 或 APG-85 雷達的新型底座。壞消息是，新底座呀，可能要等到2028年開始交付的第20批次才能就緒。而國防部測試與評估辦公室的年度報告稱，2025財年沒有交付任何具備作戰能力的、裝備了技術更新3的 F-35，還不是1架2架，而是總共158架呀！好消息是洛馬公司專門發文澄清，情況屬實，但與我無關。壞消息是，雷達延期都怪格魯曼。當然雷達是小問題，大問題包括目前的 F-35發動機難以滿足 Block 4升級後的電力功率需要，預計全生命週期成本增加380億美元。這個得怪通用和普惠另外軟硬件升級進度遲緩，存在數百個 bug 待修復。他娘的！美利堅怎麼成這樣子了？雖然前線捷報不斷，盟友個個裝蒜，狂扔上千導彈，戰機炸個稀爛，但都這份上了，董王居然還能喪事喜辦，搞個講話繼續贏。4月2號，董王就伊朗問題發表重要全國講話。說實話，此前白宮又是發預告，董子也發帖，我還以為他要下令天兵衝灘或者丟核彈了呢，沒想到全是廢話。幫大家省略一下，核心戰略接近完成，有望在非常短時間完成目標。未來2-3週內，我們將猛烈打擊，把伊朗炸回石器時代。不是，就這玩意兒，您天天說，有必要全國講話嗎？哎呀，太能吹了，難怪克林頓對他很滿意，字裡行間都是在贏，實在贏不了，把奧巴馬和伊核協議掏出來噴一頓再贏，甚至能跟1、2戰越戰比時長再贏一次。這集我看過，接下來呢，該派出代表團全球勝利宣講了。啥？國務卿盧比奧已經指示全球的美國大使館搞好對外宣傳，講好美國故事。好吧，當我沒說董王還表示，美國不需要霍爾木茲海峽，那些需要通過海峽獲取石油的國家必須自己去搶。我真繃不住了，還得川火硬的特別好賣，軟的比誰都快。一般人真想不到可以贏到不需要。事實是，美國不要中東石油，那你跑去和伊朗激情互找，雙方拉完，把霍爾木茲海峽這個公共廁所堵上了，提起褲子來一句我不需要。不是，我請問，美國是不需要中東石油，難道美元也不需要嗎？美元綁定石油是作為世界貨幣的基礎，美元又是支撐美國霸權的支柱，更何況中東除了石油動脈，還是美國作為全球秩序制定者能不能鎮住場子的象徵。你這和直接放棄霸主地位有什麼区別呀？特朗普是外行特朗普是個外行。好你如果真不管，那伊朗真要開始收費了。3月30號，伊朗議會立法通過對經過霍爾木茲海峽的船只收費，同時禁止美以船只通行，禁止單邊制裁伊朗的國家通行。要知道攔路搶救是收費可比辛苦挖石油來錢快且輕鬆最騷的是，伊朗還要與阿曼合作制定法律框架，而霍爾木茲海峽尖那塊剛好是阿曼的飛地，這不巧了嗎？此外，過路費還要由伊朗本幣支付，這相當於照着石油美元重拳出擊我有一計，請川普靜聽。要不美國也宣布對霍爾木茲海峽收費給伊朗交多少，必須給他也交多少，不給的話，伊朗不打，美國打，最後双方都宣布贏了。有道是兵者，古之大勢，涨跌之地，盈虧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目前情況是天兵拿伊朗沒辦法，朗子呢也沒法打到美國本土，双方只能僵着。問題在於伊朗好像終於發現了特朗普的弱點不在軍事上，而是喜歡炒股，開始營學對攻。3月31日，革命衛隊宣布，如果再有領導人被暗殺，將摧毀美國 IT 巨頭的中東分部，名單包括惠普、蘋果、谷歌、特斯拉、微軟等18家巨頭。要知道，這些巨頭的中東 AI 算力中心集中在阿聯酋、以色列、沙特，而他們呢，也是撐起美股萬億市值的主力軍，這相當於猛掐美股脖子呀。董王表示我不 care， 當場叫囂。他們用什麼威脅？用玩具槍嗎？結果伊朗果斷襲擊了巴林的亞馬遜雲計算設施，緊接着迪拜的甲骨文中心也遭到攻擊。更離譜的是，朗子也學會互畫 K 線，先是總統發聲願意結束戰爭，但美國必須保證不再侵略。隨後副議長又表態，目前最高領袖未批准任何談判，流程基本是等董王先下空单放完狠話，油價大跌。接着伊朗宣布川普胡說八道，狠狠刷一波大火箭回击，擾亂市場，油價蹭又上去了。比如特朗普全国講話前腳剛宣布摧毀了伊朗導彈系統，話音剛落，朗子哥就朝以色列狂射導彈，股市一瀉千里。緊接着伊朗副外長稱，正在與阿曼起草海峽通行協議建收費站，國際
油價在大漲後再次回落，然后伊朗接着表示，美以对伊朗能力一无所知，要战至敌人悔恨不已并投降，油價再涨。哎呀，这仗都要打成生意经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本届中东战争改为线上战场线下股市同步舉行呢，真就虛假的商戰絞盡腦汁只為勝天半子，真實的商戰互扔導彈大聲吹牛逼。此處為點，上聯預警機、加油機、戰鬥機、機機挨機，下聯關稅令、轟炸令、封鎖令，令令畫零。我們不用聽董王所謂的和談，美國就算總動員也要咬着牙打下去，況且能不能達成協議要看伊朗，能不能停火看以色列。董王唯一能決定的只有白宮宴會廳裝修方案。截至北京時間4月2日，伊朗最新一輪導彈打擊是第91輪，發射100枚重型導彈、攻擊型無人機及200枚火箭彈。據華爾街日報消息，美國只能確認摧毀了伊朗約1/3的導彈庫，真應了那句話，導彈越少導彈越多。至於美國，任何理性的人應該不會相信美軍會再衝灘，畢竟把幾千個輕步兵送到伊朗臉上吃導彈無人機實在太抽象了。但這個世界瘋狂之處就在於從白宮到五角大樓，到底還有沒有理性的人，這是未知數。中東可以是美國鼎盛時期秀肌肉的棋盤，也一定是美國衰落時最難啃的魔丸。走，石油美元無；不走，美國軍隊無。一根筋變兩頭堵。而就在不斷贏之際，特朗普後院正在失火。海湖莊園所在地的佛州選區居然讓民主黨贏了選舉，最忠實的司法部長邦迪被解雇，赫格塞斯解雇陸軍參謀長。而據全球知名分析公司穆迪評估，美國經濟在未來12個月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已高達 48.6%。美國的全球霸權和金融霸權是建立在世界警察的基礎上的。特朗普只想享受權力，卻不承擔義務，那盟友體系分崩瓦解是遲早的事情。一邊在爭取全球霸權，一邊呢又在親手拆解霸權根基。1956年，蘇伊士運河危機宣告了大英帝國徹底垮台。現在的霍爾木茲海峽對美國來說，也許也會是它的蘇伊士時刻。